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有钱人，玩命跟玩水似的。牛逼！北极星里很像是 SpaceX 星舰进行的飞行和回收测试了，但其实它比第一个可以回收的猎鹰9号还早了将近30年。它叫做 DCX， 是由 NASA 资助麦道制造的，最早实现了可垂直降落回收的单级入轨火箭的工程样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测试当中呢，它已经能够从地面上升到超过3000米的空中，然后再稳稳地落回到原来起飞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啊，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科幻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东西吧。而且啊，这个浑身上下闪着荧光的东西呢，显然也直接启发了 Elon Musk， 促使了后来的猎鹰9号与星舰的诞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又被叫做星球大战计划，急迫地想要一种比航天飞机更加可靠、更加便宜、能够更加迅速部署的基于天基的武器系统。那很显然，只有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才能满足这个需求嘛。同时啊，如果还要让它缩短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的话，那么垂直再降落到原来的发射台上，就显得更加的合理了。于是 DCX 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虽然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这个想法从1950年代起就在科幻电影当中相当流行，但是在此之前啊，现实当中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常的逻辑当然就是造出一个缩小版的样机来验证这个想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从科幻走到现实里面嘛。所以高12米、底部直径4.1米的 DCX 呢，其实是被缩小到了原来的1/3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开创性啊，它装着4台液氢液氧发动机，每台都可以在万向节的控制下呢单独调整喷射方向，同时其推力的大小呢也可以在30%到100%之间自由变化，为垂直降落提供了可能啊。另外，它还带有4台自控发动机和5个由液压控制的襟翼，可以说啊，具备很强的空中姿态调整能力啊，从而就实现了之前从来未曾尝试过的火箭载入姿态了。DCX 的另外一项突出特点就是啊，真的很省人工啊。由于其高度自动化，发射它呢，控制中心里面只需要留3个人就可以了，2个负责飞行操作，剩下的1个负责地面支持。2次飞行期间的最短间隔也可以做到24小时。可你觉不觉得也非常奇怪呢？既然 NASA 在30年前就可以垂直回收火箭了，那怎么还要把机会留给后来的 SpaceX 呢？原来啊，这当中既有重大事故导致项目暂停的原因，也有更多的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在不愿意为 DCX 继续掏钱之后呢，他们把所有的注都压到了洛克希德马丁的 X33上，哪怕前者的造价只是后者的1/20。可讽刺的是啊，后者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上过天。也许只是 NASA 在等着 SpaceX 吧。骑上一枚火箭，跟着它一起冲出大气层，再一路伴随它回到地面，应该会很爽吧？但前提是你要么得是奥特曼，要么得是孙大圣。可惜这2者你都不是，怎么办呢？至少还有猎鹰9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拟启程的机会。自从 SpaceX 开始回收火箭起呢，它就一直在致力于向我们展示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完整过程。如果你曾经看过的话，相信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这种身临其境在早期的时候呢，是经常掉链子的。尤其是到了真正该高潮的时候，当海上回收平台开始在猎鹰9号的反推发动机的冲击下震动起来，火焰进入画面，我们期待着火箭马上就要站稳在摄像机前面时，彩条出现了，画面凝固了，信号不合时宜的丢失了。像不像是电视剧放到2个大 boss 刚刚要放出大招，就直接黑屏出字幕，30分钟以后，当屏幕再次亮起时呢，胜负已定。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嘛，大家自己猜去好了。反正我的预算是省下来了。SpaceX 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当信号再次接通时，我们已经看到猎鹰9号站在甲板上了。最关键的那部分呢？不好意思啊，信号可以暂停，它可不能暂停啊，已经完成了。所以 SpaceX 也是为了省预算吗？当然不是。如果它真要省，那干脆从一开始就不直播算了。既然要直播，就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画面吗？更何况还是触地瞬间那么重要的画面呢？
所以实际上啊，这是一个工程难题，而 SpaceX 解决它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当猎鹰9号起飞，一路向东飞越大西洋时，它会先将遥测数据和视频信号发送回它的起飞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地面接收站。直到越飞越远，信号质量也越来越差时呢，便切换到了离它更近的海上无人平台上。此时它俩之间的信号传输靠的是穿透力较强的 S 波段无线电来完成的。相比起其他无线电波段 ，S 波段更不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影响，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卫星、气象雷达和飞机通信这种需要穿透较厚大气的环境里。但是它也不是万能船啊！当正常的大气被电离变成一堵厚厚的等离子体墙时，它就开始犯难了。而这种情况正是在快速落回到海上平台的猎鹰9号需要直面的。当将载荷送出大气层，自己掉头返航时，猎鹰9号的速度呢将远远大于音速，大约是6500公里每小时。于是，随着周围空气的密度越来越高，它与之摩擦的程度就越来越剧烈。这些空气分子被加热的程度呢，也越加剧烈了，直到变成一层包裹在火箭底部的炙热的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啊，会倾向于吸收，而不是放过在它们之间穿行的无线电波了。于是，猎鹰9号与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就要么满是马赛克，要么就完全断开了。这怎么行啊？一是视频直播连接近平台都撑不到了，等于就是完全失去意义了嘛。二是更严重的啊，海上平台需要随时掌握火箭的方位、高度、速度等信息，才能够把自己稳在那儿等待火箭降落。信号都断了，你说两个瞎子碰在一起的概率能有多少呢？而且碰撞的那一瞬间，相对速度还要得为0才行。所以 SpaceX 光是在解决这一个问题上呢，就下了不少的功夫。他们在猎鹰9号上装着2个 S 波段无线电发射器，然后就不断的测试到底要放在哪儿才能更好的穿透等离子体的屏蔽啊。装在尾巴上，肯定不成嘛，因为那儿的墙是最厚的，完全就没有机会穿透啊。装在头顶上呢，理论上行，因为这儿的墙最薄嘛，但是角度似乎就不是太好了。所以这个过程啊，一定是测试、复盘、修正，再测试、再复盘、再修正的一个反复很多次的过程了，直到找到一个最优解 ，SpaceX 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会中断的火箭载入过程。好了，但问题就这么全部解决了吗？事实上，火箭和海上平台之间的通信正常了，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海上平台同远在美国大陆另一端的加州霍桑市的信号传输，因为那里才是视频真正被直播出去的地方，两者之间的距离长达5000公里，看来只能靠卫星了。SpaceX 呢，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之前，它使用一个定向天线将信号从海上平台发射到卫星，这既要求强大的功率，也要求准确的瞄准。毕竟卫星这个目标丝毫也谈不上大嘛。于是问题就来了，当猎鹰9号逐渐接近海面，需要在最后关头减速停下时，它将再次打开至少1台强大的梅林引擎，从而造成巨大的震动。你说这个震动能不被传到海上平台吗？而平台这一震动，卫星天线也就震动起来了，原本瞄准卫星的信号就打偏了，于是信号中断，彩条出现，人们的欢呼变成抱怨，非要等到火箭停稳，震动消失，才能让人看个结果啊，这不爽嘛！所以这个硬伤 SpaceX 又靠什么来解决呢？幸好他们还有星链，虽然星链的初衷只在为偏远的地区提供高速连接的互联网，但事实证明啊，它在将直播大厅与海上平台连接起来也立下了奇功啊！这主要是在于以下这2个优势。首先，星链使用的天线呢，不是传统需要摇头的碟形天线，而是没有任何移动部件的相控阵天线。相控阵的原理咱们以前讲过，它利用了电磁波相互干扰和叠加的特点，来将电波指向不同的方向，于是实现了更精准的指向和更优良的抗震，同卫星之间的连接就变得更加稳定了。其次啊，星链卫星很多啊，使得天线可以无缝的在多个经过2地上空的卫星之间切换。要是第一个连接不上了，它就可以马上找到下一个，以此类推，就再也不会掉链子了。我们呢，也就可以一路骑着火箭从大气层边缘完美的落到海上平台上了。希望很快呢，能够骑上星舰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本来啊，我是已经调好闹钟，要在5月28日凌晨4点起来看 SpaceX 载人龙飞船首秀的。
但不料发射却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还好我的闹钟也不知道怎么的意外失灵了，所以看起来不管你是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打火箭，都是要遵循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的嘛，天时地利。那么什么样的天气会影响到火箭的发射，可能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然后再顺便聊一聊 SpaceX 的这次发射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首先让我说简单一点啊，凡是让你都不愿意出门的坏天气，恰恰也是会让火箭载在发射平台上的。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天气才算坏天气呢？打雷、刮风、下雨算吧，高温啊也算。还有别的吗？你来补充啊。对火箭来说，雷电、大风显然也是最不友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点。首先，火箭发射时的姿态需要精确调整，而雷雨云中气流上升或下沉的速度是可以达到每秒30米的，相当于是暴风级别。在这样恶劣的空中环境里面呢，火箭姿态会很容易受到严重的干扰，可能造成偏离飞行轨迹的情况。就算能够及时调整姿态呢，剧烈的颠簸也会给火箭中的精密仪器和航天员造成严重的损害。其次啊，雷雨云层中的离子会产生危害性的电场，这种电场会干预甚至损害火箭中的电路，影响火箭与地面的通信。不仅如此啊，雷雨云还会影响地面遥测的信号，让升空后的火箭变得更加无法预测。而最严重的情况是，强雷电还可能会直接击中火箭，点燃其中的燃料，发生爆炸事故，使包括宇航员在内的一切都面临极度危险。这次载人龙飞船的推迟呢，就是因为当天高空中的积雨云过多，再加上这是 SpaceX 第一次的载人任务，关乎到该公司 NASA 甚至是整个美国载人航空业的未来，所以如此慎之又慎还是能够理解的。说完了天气对火箭发射的影响，我们接着聊聊这次发射任务有哪些特殊之处啊？它的重要看点又是什么呢？首先，尽管这些年来美国宇航员并没有间断上上下下国际空间站，但你要知道啊，他们自己的最后一架航天飞机奋进号早在2011年就退役了。接下去每一次想要送人上太空， NASA 都不得不支付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费用给俄罗斯，然后在俄罗斯境内坐上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上天。我觉得吧，钱呢可能压根儿也不是个问题，毕竟航天飞机烧起钱来更像是一个无底洞，最主要的应该是面子上挂不住。你想啊，一个号称班里第一的学霸总是拿着卷子跑到老二那儿，叫人家帮他解个题，他自己怎么看，老二怎么看，别人又怎么看呢？关键是这老大老二彼此还看不上，表面上乐呵呵的，心里不知道奔跑过多少匹小羊驼。所以啊，这次的特殊之处呢就不言而喻了，能从自家的地盘上坐上自家的飞船起飞，不是重振雄风是什么呢？第二个特殊之处呢，是这次的载人太空飞行不仅是 SpaceX 公司的载人首秀，它也是由政府组织发包给私人公司的首个载人太空任务。这次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到 NASA 自21世纪初以来执行的政策成功与否，同时也决定着未来商业太空旅行到底有多大的前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全世界官方和非官方都把目光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的原因了。第三个特殊之处啊，或者也可以说是看点，就是全套看上去都充满了科幻感的火箭飞船和宇航服了。你别说啊，很多人从颜值就会迷上马斯克家的东西的，不知道 NASA 是不是也这样呢？可以华丽回收的猎鹰9号咱就不说了，与之相关的视频估计你已经刷到手软了。这次的重头之一载人龙飞船算是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传统载人舱的认知了，里面没有密密麻麻的按钮，换来的是整块的触摸式显示屏，一副特斯拉飞天的样子。你要是以为是不是21世纪的载人舱都长这样呢？那就看看同为 NASA 城堡上的波音，在它最先进的 Skyliner 星际航线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啊？其实嘛，复古也算是一种美嘛。另外一个更科幻的东西，一定是这次宇航员身上穿着的宇航服了。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好莱坞即视感呢？有就对了，因为这款宇航服的外观设计就是由好莱坞服装设计师何塞·费尔南德斯亲自操刀的。他参与过蝙蝠侠、X 战警、雷神等系列电影的设计工作，只是我们大概不希望真实中的太空任务变得跟好莱坞一样戏剧化罢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SpaceX 为了保证这次发射不出岔子，都做了哪些额外的工作。首先，你可能知道，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马斯克曾亲手炸了一次自家的火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证明给 NASA 看，我这紧急气传系统足够可靠吧？一旦下面的猎鹰9号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龙飞船都会在第一时间启动自己的发动机，把自己给弹射出去，至少保证了里面宇航员的安全。另外，其实整个发射系统都为安全留足了冗余空间，比如逃生系统其实只需要4台发动机就够了，但上面装了8台；比如其实猎鹰9号只需要
7台发动机就能够飞上太空了，但上面装了9台。比如在载人舱里面明明是有7个人的座位，但这次宁愿空出来其中的5个。总之，作为回归本土后的第一次载人上天呢 ，NASA 和 SpaceX 真的做足了准备。那我们也就满心期待的等待着它的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让你爱上科学。有人说 ，SpaceX 之所以能够把火箭发射的价格打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可回收火箭。哎，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啊，可回收只不过是降低成本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真正让 SpaceX 把价格打下来的是所谓的第一性原则。事实上呢 ，SpaceX 一开始压根就没有准备自己造火箭的。Elon Musk 当时只是想从俄罗斯人手上买一枚2手火箭回来，然后把一个带有绿色植物的小型温室送上火星，再传回一些照片，让公众兴奋就完事儿了。但是没想到啊，俄罗斯人不仅没有诚意，还狠狠地羞辱了艾隆一番，这气他哪受得了啊？于是呢，就在从俄罗斯回程的飞机上，艾隆就决定他要自己造火箭了。为了算算自己口袋里面的钱是不是真的够造火箭啊，他根据第一性原则发展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概念——白痴指数，即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原材料的成本高出了多少。高出的越多呢，其白痴指数就越高，也就是说明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办法能够降低成本的。通过计算啊，艾隆认为以目前的方式制造出来的火箭白痴指数呢就很高，其成品的成本至少比材料成本高出了50倍。好了，这下他就有数了啊，可以压缩的空间还是大得很嘛。以下就是他的一些骚操作了。第一，打破传统，在布置火箭工厂时呢，将设计、工程和制造团队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开来。这样，装配线上的人就能够立马逮到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告诉他们这样的设计呢，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实现的，既加快了纠错的速度，也训练了团队的实战能力。第二，质疑每一项支出，将通常需要从供应商那里买的零件变成在自己的公司内部生产，做到了甚至不让源头商赚差价，你就说这过不过分吧？但效果是真的好啊！比如其中的一个阀门，采购价呢是25万美元，但自己生产呢只要5000块，立省50倍。看来艾隆一开始计算的火箭白痴指数是没错的啊。第三呢，疯狂的制造紧迫感，设定各种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哪怕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但是按照艾隆的说法就是服从于狂热的紧迫感才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才能够让第一性原则生根落地。员工们当然是苦不堪言啊，可效果也是真的好啊。虽然 SpaceX 的开发进度呢没能真正实现艾隆的目标，但是却打败了所有的同行。第四，即兴发挥，不按套路出牌。 NASA 和军方定出来的火箭零部件制造标准就是金科玉律吗？不是啊，他们在 SpaceX 顶多只能算是建议罢了。艾隆要求所有的员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要质疑这些传统意义上面的标准，如果他们无法满足第一性原理，那就别按这些规矩来做。比方说有一次闪电击中了试验台上面的一个油箱的增压系统，导致其表面的膜发生了鼓包和裂缝。按照标准呢，这是一定需要更换的。但是艾隆说，给我敲回去，给我焊起来，这不就好了吗？的确往往这样做是有效的，也实实在在的帮助 SpaceX 省下了大量的时间，而时间呢，就是金钱。所以你看，把发射成本打下来，的确不是单靠可回收吧？其实类似这样的能够让你的认知得到提升的故事呢，在这本新书《Elon Musk 传》里面比比皆是。他告诉你什么是风险，该如何处理风险；什么是机会，该如何抓住机会；为什么 Elon Musk 最后总是会赢；创新和进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等等等等。推荐给你好好的读一读啊。猛禽3代发动机的渲染图大家都看过了吧？它不是渲染的，它是实拍照片。我的妈呀，那就有点炸裂了。等于是别人还在飞，导弹全挂在机翼上的4代机，它就已经飞上了，把导弹全装在舱内的5代隐形机了。怎么做到的？魔法吗？其实是我们的粉丝很熟悉的一个领域 3D 打印。通过 3D 打印技术，猛禽3代不仅大大降低了外观的复杂性，还成功的减重了将近80公斤，但推力却不减反增，比2代提高了大约22%，比1代提高了51%，绝对是降本增效的典范啊！所以 Elon Musk 才说嘛，看到没有，我们 SpaceX 是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金属 3D 打印技术，只是一般人还不知道而已。而言下之意就是，现在你们服了吧？另外接着
着 3D 打印技术，猛禽3代还丢掉了好几样又复杂又花钱还容易出故障的东西，比方说隔热罩。在2代和1代猛禽上都必须要装上隔热罩2个原因啊，一是33台猛禽发动机点燃时会产生极高的温度，本身就威胁到了发动机的安全；二是新件还会从轨道上载入大气层跟大气剧烈摩擦时也会产生致命的高温，所以你就不得不在发动机舱内装上厚厚的隔热罩。但是通过 3D 打印 ，SpaceX 现在可以把发动机自身的外壳变成一个完美的隔热罩了。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冷却管路内建在外壳里面，使其成为一个集成的冷却回路，让冷却液流进其中的每一个部件，因此冷却效率大增，还可以去掉一大堆螺栓和焊接接头，尤其是螺栓马斯克是这样形容他讨厌的螺栓与电圈的，它们非常麻烦，尤其是当它们热起来之后堪比地狱。可不是吗？有多少飞行意外都是由失效的螺栓和电圈带来的。于是 SpaceX 选择了用一种复杂来替换掉另外一种复杂。虽然发动机的外观看起来是既简洁又干净，但是其内部却是非常复杂的。只是这种复杂嘛，恰好就是 3D 打印最擅长的领域了。接着我们再来继续看看猛禽3代还有哪些提升在性能上面，猛禽3代的推力达到了280吨，比猛禽2代的230吨提高了22%，而相比起最初的猛禽1代更是提升了51%。这种推力的增加就使得猛禽3代成为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强的火箭发动机之一了。此外，猛禽3代保持了350秒的比冲，即单位燃料提供的推力时间，确保了其高效的燃料使用率。猛禽3代的另一个突出优势是其在推力密度及推力与发动机出口面积的比值方面的表现。猛禽3代的推力密度在当前火箭发动机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它在提供高推力的同时保持了较小的体积，这对火箭设计和燃料效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相比之下其他一些著名的发动机，比如航天飞机和 SLS 的助推器，在推力密度上已经被猛禽3代给超越了。这表明猛禽3代不仅在推力上领先，而且在整体设计上更加的紧凑和高效。当然，紧凑也带来了一些维修上面的挑战。由于发动机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可拆卸的螺栓，而是直接打印在一起的，所以这就使得在需要维修时呢，就必须要通过切割发动机来进行，这无疑增加了维修的复杂度和成本。不过你看马斯克的态度他似乎完全可以接受这点。The next gen Raptor engine is actually a little difficult to service because there are parts that don't have a flange anymore. It's just welded shut. Right. To change a part, you need to literally cut it open. 他要么呢是对猛禽3的质量很有信心，要么就是对猛禽3代的成本很有信心。切开维修，搞那么复杂干嘛？修不如换直接重新打一台新的，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猛禽还真是猛啊！这是一排长征运载火箭，其中一枚呢相当与众不同那就是带一个针尖的长征 2F 了。没错，就是它在今天成功的将3名航天员送往了中国空间站。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可以载人，其他火箭却不能载人呢？载人火箭和不载人的火箭究竟有什么区别？它那根头顶上的尖尖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放眼全世界尽管能够发卫星的火箭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发射载人飞船的，伸出一只手数到第3根指头就到头了。俄罗斯的联盟号、美国的猎鹰9号和我们国家的长征 2F， 为什么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发射载人飞船比发射卫星在技术上难太多了。总结起来呢，3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推力要足够的大。卫星有轻有重，但是载人飞船却都是大个头，至少也是7、8吨起步的。比如神舟飞船呢，就重约8吨。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送到距离地面200到500公里的轨道上，火箭自己必须首先是个肌肉猛男才行第二个是要具备应急救生的功能。载人飞船发射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火箭的上升段，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火箭就必须要增设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它们就是长征 2F 顶上那个与众不同的尖尖的由来了，我们稍后会仔细讲它。第3点是比普通火箭要高得多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质量要求了。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要求大约为 0.9， 安全性则无特殊要求。这个 0.9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每发射100次最多只允许失败10次。
而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嘛，标准就要提高很多了，可靠性要求为 0.97， 意味着每100次发射只允许有3次失败。但这3次失败当中呢，危及到航天员安全的概率又必须要小于 0.003，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 0.997。这个指标有多高啊？我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假如一枚火箭里面装着10万个零件，而这1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1个出现了故障，也就是零件的可靠性高达 0.99999，超级高了吧？但是呢，火箭的系统很大一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即便使用如此高可靠性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火箭，其可靠性却只有可怜的 0.37， 每发射3枚就有1枚可能会失败，连发卫星都不敢用它嘛。实际上，单靠零件的可靠性是不足以支撑载人火箭的可靠性的，它需要的是一系列的设计准则。我们通俗点讲，在长 F 身上呢，这个准则表现为用最简单的设计，用最成熟的产品，用最彻底的测试，以及呢用最合理的冗余。整个火箭上用到了4万多个电子元器件，它们都要经过100%的严挑细选。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呢不过600秒，但是这些产品却要求600个小时无故障工作才行，是火箭寿命的3600倍。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中采用了数十项的冗余设计，也就是增加相同零部件的备份数量，即使一个甚至多个出现故障呢，也能够有顶替它继续工作的备用件，不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安全。最后啊，虽然我们看到的发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这些年间呢，长 2F 的飞行仿真试验却进行了数万次，就是把这些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才让长 2F 成为长 2F，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3的载人火箭之一。好了。我似乎还留了一个坑没有填啊，就是长 2F 头上那个特有的逃逸救生系统了。其实这个东西呢，熟悉火箭的朋友不会陌生啊，它在老早前的土星5号上就能见到了。可以称为是航天员的救生艇。一旦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它就能迅速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呢提供必要的条件。长 2F 上的这套系统呢是这么工作的。来看这张图，它展示的就是整个逃逸飞行器的样子。说是个飞行器，其实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从3格翼的下缘开始，原本的整流罩呢会在这儿一分为2，下部继续连在火箭上，上部带着同样也是与推进舱分离了的神舟飞船的轨道舱与返回舱一起，在逃逸主发动机的帮助下呢，迅速与火箭分开。同时3格翼也降了下来，把逃逸飞行器的压力中心拉低，使它更容易受到控制。等到升空之后呢，逃逸塔上面的自控发动机便立马开始工作了，让逃逸飞行器在上升的同时偏转一定的角度，远离危险区。等飞出一定的距离后呢，分离发动机点火，把搭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从逃逸飞行器里面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则继续飞行。返回舱按照自己的飞行路线调整到一个有利的姿态后开始下降，随后打开降落伞，安全着陆，彻底脱险。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地方，长 2F 的这套系统呢，又分成低空逃逸与高空逃逸2个部分。因为逃逸塔本身也是负担嘛，一旦过了危险性较高的起飞初期呢，就可以将逃逸塔给扔掉了。于是这个部分就没有了。但万一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嘛，即便在扔掉逃逸塔后，也还是有发动机能够完成逃逸动作的。它们就是这几个高空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了。并且高空逃逸发动机在一开始的低空时呢，也并不是完全闲着的。如果发生危险，它是会跟逃逸塔上的主发动机一起开机的，以此提高推力，让航天员更快地离开危险。当然我希望它永远也没有用武之地。好了，今年真的是中国航天的高光之年，让我们继续期待更多的精彩和奇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美国的 Delta 4系列火箭有一个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非要把自己烤焦了以后才肯飞上天。你看，在发动机真正向下喷火之前呢，它首先得向上烧一阵子，把原本漂漂亮亮的涂层熏得漆黑之后，才会掉头向下。是的，我知道你这火箭呢是一次性的，但也没有必要这样自己糟践自己吧？何况引火烧身，它不危险吗？实际上，人家是故意的。因为用在 Delta 4上面的 RS-68 发动机是一台氢氧发动机，为了使其正常工作呢，在它运行的前几秒内，其实只打开了氢气阀，使发动机内部处于一个负氢的环境。为什么呢？
因为相比起氧啊，氢的化学活性要低很多，也不太可能像氧一样在关键器件还没有真正运行起来之前就将它们给腐蚀掉了。但这些优先释放的氢总得要找个出口吧，所以它们就会从火箭的尾部排出来。由于密度比空气低很多呢，便会快速上升，包裹在火箭的周围。为了避免它们聚集到爆炸的水平，发射台上就会制造出火花来将其点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烤火箭的惊人场面。但实际上它反而是减灾措施。工程师认为，相比起弄坏发动机、弄脏几片绝缘材料，那是相当值了。其实 RS-68 的省钱之道呢还不止这个，就连它的喷嘴也是抠到家了。跟别人埋数百根铜管在里面用冷却的燃料来降温不同，它是直接给它涂上石墨的，所谓的烧石降温，也就是边飞边烧自己喷嘴的降温方式。这不回收的东西就是没人心疼啊！你看，原本应该是透明的氢氧燃烧火焰，也被发动机的愤怒给染成了红色。当然，那其实是混合了石墨燃烧成的颜色。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四氧化二氮了。这两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两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四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二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实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当然是一次性的。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 E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
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What？ 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啊，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我最好奇的有2点，一个是近，一个是远。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另一个就是远，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好，一个个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引擎点火、脱离支架、姿态调整、助推器分离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重要的关键证据，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在火箭的四周、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在烈焰之下，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石英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通过跟潜望镜类似的原理，安全的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那么上天之后呢，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就是焦距越长呢，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
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焦距往往要达到10000毫米以上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而火箭又跑得飞快，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想想你也知道啊，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就能够完成的活。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拍出效果 ，NASA 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星的那位，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于是汤博的团队就把一台2战中剩下的 M45防空机枪塔做了一些升级改造，用2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呢，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变就变哦。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 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从手动变成了自动，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而拍摄的火箭呢，也从老套的 NASA 样式变成了科幻的 SpaceX 样式。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吃瓜群众请注意，人类目前最高最大的火箭星舰的第2次试飞很可能会在11月17日，也就是在本周五开启。届时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是一个大瓜，你可一定要去吃哦。那吃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点什么吗？是要的啊。重点关注呢，我已经帮你给总结了出来，主要有2点一个是在发射台上，另外一个是在火箭身上。咱们先说发射台的有看过4月份那次发射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星舰的发射台在发射之后呢，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就中间那个弹坑的巨大程度来说呢，你告诉我刚刚在那儿炸了一个小型核弹，我都是信的这主要得益于埃隆·马斯克对其发射台坚固程度的高估和对火箭点燃时的破坏力的低估。结果嘛，不仅是毁了这个号称要做到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第0级，是的在 SpaceX 那里发射台就是它的火箭的第0级，还可能直接就砸坏了几台发动机被破坏的水泥块四处乱飞，指不定就有那几块向上砸进了发动机的喷管里面嘛。所以第1次试飞的星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缺胳膊少腿的，它有的发动机压根就没有启动。那这一次呢 ，SpaceX 接受了教训了，为了保护其发射台，他们终于是启用了一套水灵系统，它可以有效的吸收33台猛禽发动机同时启动时的巨大噪音。对的是噪音而不是热量，因为噪音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波，破坏力极大的机械波，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第0级可以挺住那么第2个看点在哪儿呢？在这里了，2、3级之间的镂空圆环上，它告诉我们第2枚试射的星舰将不再采用冷分离，而是热分离了。什么是热分离？什么是冷分离简单来说呢，热分离指的就是在第1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呢，就开始让第2级火箭点火了，所以它们中间的连接环才需要做到镂空才行嘛，这样就能够让火箭的尾焰找到出口了。冷分离则指的是第1级火箭先关机，跟第2级火箭分离之后呢，第2级火箭上面的发动机才会点火。好，为什么分个离都这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火箭燃料的沉底。你看火箭的结构2个燃料箱在上面，不管里面装着的是液氧液氢还是液氧煤油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必须要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这在地面上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光靠地心引力它就是可以做到的了。在火箭的最初的上升阶段呢，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加速度产生的惯性也可以把燃料稳稳的压在底部嘛。但是等到第1级和第2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呢，就有大问题了。在第1级关机时呢，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此时第2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之后开始群魔乱舞起来了。
这里有一段猎鹰9号2级氧箱内部的画面啊，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呢，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啊，这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啊。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是始终沉到底部，就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热分离和冷分离。那热冷分离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我们先来说热的啊，它的好处就是简单直接，在第1、2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火箭始终就没有失去加速度，燃料也就会始终沉底，不用再担心2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缺点呢，就是由于第2级点火的时候，第1级还连在下面嘛，为了防止被烧坏呢，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才行啊。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还有啊，由于分离时第1级还有推力产生，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第2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就会导致2级还贴在一起无法分离，最终呢偏离轨道，任务失败了。而且早期火箭由于2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会被切断，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第1级的加速度过大，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那么冷分离呢？它的好处就是分离精度更高，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但是缺点嘛，就是又难又复杂。我把步骤讲给你听，你就能够理解了。首先呢，是1级发动机关机，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2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就应该看到燃料飘了起来了。接着装在级间段上的小型推进器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由于此时的火箭呢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就会使燃料再次沉底。然后第1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同时打开反推火箭，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2级还有级间段实现分离。现在还剩级间段连接着第2级了啊！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从级间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2级的分离，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当中碰到裸露在外的发动机等零件啊。比如我们的长征5号的第2级氧箱和发动机呢，都是悬挂在级间段里面的，就导致了级间段的分离行程超过了7米长，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嘛。好了，最后一样东西在脱离完成之后呢，就该是点燃2级发动机了，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了。你看是不是很复杂嘛？所以它就复杂到了让第1次星舰试飞时发生了分离故障。于是埃隆·马斯克一拍脑袋这次咱就不搞那么复杂了，就热分离挺好的。好了，那么剩下的咱们就看星舰自己的表现了。暂定周5，我们看它这次会不会割啊？